王爷，我错了。今天开始，我一定好好收拾房间，再也不让王爷生气了。什么破柴火，怎么就燃不起来呢？公主，助燃得需要一把扇子，火才能点旺。扇子？王妃，你忙你的。哼，就是你了。是不是有山水画的那一把？对，就是那把，一直摆在那儿啊。昨天我烧泥人时拿到膳房去助燃了。啊！王爷！昨日急着生火，所以就借来用了。李明月，这可是大师吴天林的遗作，你就这样给他毁了？要不再找人画一幅？都说了是遗作，你没读过书啊？有没有可能再找人修复一下，换个扇骨什么的？要不我找人给你临摹一幅？简直对牛弹琴！你说谁是牛？一把破扇子，至于这么斤斤计较吗？你没收我的干果蜜饯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你拿大师的遗作和你那些干果蜜饯相比，谁说你的扇子就比我的干果重要？难道你的喜好就一定比我的高贵吗？哼，舞文弄墨自然是比你那些吃吃喝喝的强多了。是你始终高高在上，
眼里只有你自己。你，看你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还要我收拾？行，要收你收啊！一把破扇子，有什么了不起的呢？还让我收干果，收蜜饯，要收你收！哼！我自己的房间还不能做主了？哼！明月，本王有话要和你说。细柳轻摇，微波荡漾，心思涟漪晃。黛眉红妆，小楼摇窗，花落青丝旁。放我下来！日夕流光，最是短人长。三杯两盏黄。你我二人生活习惯、风俗背景各不相同，自然困难重重。可这世间，但凡想要办成一件事，绝无容易二字，婚姻更是如此。需要你我合力，相互体谅，方能长久。说得倒容易，相互体谅不如彼此约束。什么能做，什么不能做，明明白白写下来。谁要是犯了错，也一目了然。好一个一目了然呐！好，那王妃你告诉我，要怎样约束？不如实行轮班当家制度，轮到谁当家，就按照谁的规矩来。对方的行为必须经过当家的允许才可。谁若是不守规矩，当家的可以随意惩罚。这样一来，你不委屈，我也不委屈，对谁都公平。本王从来没有听过此种制度。那你有什么好法子？你倒是说呀！好，就如你所说。王妃，这条本王。嘿，咦，那个瓜巴，他是怎么跑进来的？
这鸡恪尽职守，本王自当重赏。早起三光，晚起三荒。今日本王当家，自当按本王的喜好起床。我昨儿就算过，今日早起必有媒报。哼！念出上面的话。我吃食，无事嗟叹，请如师。未食碗中先插匙处。你把我生活习惯列出来做什么？你的生活习惯，这是李一山所撰的杂纂，此条名为不祥，列出的皆是不合礼仪、寓意不祥之句。记住此条所有内容，自然就不会再犯那些烧折扇一类的祸端了。不让我躺着吃食，我索性不吃。还不快还给我！去除不祥，先从严禁躺食开始。既然今日是本王当家，相信王妃一定能将卧房收拾妥当。开始吧。既不能赖床，也不能随便乱扔东西，事事还要分祥与不祥，麻烦都麻烦死。唉，不许无事嗟叹，连叹气都不许。那以后我想叹气的时候怎么办？换种方式抒发。啊？我换一种方式？我呸！我呸呸呸呸呸呸呸！违反当家者理应受罚。打扫完毕之后，罚学《将进酒》。收拾什么收拾？敬酒还要学，也太小看我们西苑女子了。本王是让你学《将进酒》，谁允许你晨间畅饮了？啊？从未见过如此墨迹的诗人，想喝酒去喝不就成了？写首诗宣告天下，还能大醉一场不成？李太白此诗意不在酒，而在抒发南畴之志。若不是你不通文墨，怎么会鲁莽行事，烧毁折扇？如此文理不通的诗，我绝不能学。何处文理不通？这第一句便有3处不通。首先，君不见这3个字就相当奇怪，难道读诗的却是盲人不成？其次，黄河之水天上来，简直毫无常识。这天上来的难道不是雨水吗？最后，奔流到海不复回，这简直就是句废话。这水流出去了，还能流回来吗？唉，不许无事嗟叹。难道这全诗竟无一句能入了你的眼？这句“莫使金樽空对月”就挺符合我的心意。那此句是何意啊？不就是有酒喝，不喝白不喝的意思呗？不就是我刚才所行吗？
某人喜欢这诗，却不按其行，难道不是知行不一吗？颠倒黑白，一派胡言。1个时辰内给我背下全诗，否则今日的早膳就不必用了。接着背。请如师视为不详。哼！王妃竟给本王留出如此大空档，倒比昨日进步许多啊。这一日我四肢酸痛，根本挪不动地方，还请王爷往书房休息。都日上3竿了，竟然还在床上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高堂照镜梳头发。完了，一明月习惯生活，神思界也朝夕靠拢。本王在做什么？本王只不过是在遵守当家制度罢了。
请如师，不是天下极乐之事吗？还有2件乐事，我已备好，让你一同体验。快进来！这，不准起来！这卧饮食就是最后一件事。这卧饮食就是舒坦。坐一坐。本王不做。你要是不作，以后就每顿饭罚你空手吃。海丽，公主，昨夜您吩咐奴婢的东西已经准备好了。这件衣裳，王爷觉得如何？质朴而不彰显，淡白又添雅致。王妃，好眼光啊！王爷这个反应，我就放心了。秋燕，把衣服送进来。这就是王爷最朴素的衣裳。你想让本王与你衣着相近？王爷稍后就明白了。秋燕，把你身上的衣服换下来给王爷穿。这怎么合适啊？越不合适就越合我心意。本王不穿。今天可是我当家。你若不穿，我就去跟康乐借打扮宋金玉的衣裳。秋燕这身倒也素雅，更何况身份靠气质彰显，本与衣着无关。秋燕，给本王把衣服脱了。啊！去帮帮秋燕呗。是。我来帮你呀。王爷果然气质非凡，无论穿什么都霸气凛然。哎你！这儿不比王府，王爷还是看着点路吧。走了如此久，你究竟想在何处用膳？就这家。各位，今天可是我当家。就是天皇老子当家，我也绝对不会碰着馄饨一口。哎，你干什么呢？一边去！王爷，看来身份由衣着彰显，
本与气质无关。小二，哎，既然他人的恭敬本就靠华服和身份，跟自身无关，那要恭敬有何用？同理，就算我不通文墨礼仪，日子也过得如市井小民，那也跟我自身无关，全因投胎时的运气。故而，就算你投胎时运气好，你也不应该看清那些运气没你好的人吧？你就那么想吃那碗馄饨？嗯。走吧。哎，二位吃馄饨。老板，2碗馄饨。好嘞，本王都是我的。好嘞，稍等，稍等。好小二，2碗馄饨。好嘞。哎，您的馄饨来了。哇，先慢用啊。多谢。哎，本王不饿。只要轻轻一咬，热腾腾的肉汁奔涌而出，盐碎的香气混合着鲜嫩的肉味儿，这简直就是一场天上才有的味觉盛宴。这儿倒是比主人诚实。市井里生活过，此种小摊，要想知道哪里食物最好吃，不能看食物，必须看字。本王闻所未闻，诗词歌赋你都背不下，这市井之礼倒是出口成章啊。这不就更表明你有你天生的运气，我也有我的市井本领啊！希望有朝一日本王的运气不奏效了，你可千万要用你的本领顶上啊！包在我身上。唉，就这么睡啦？
当家的还没满意呢，不许睡。当家的，现在满意了吗？当初若不是父王派我来和亲，像你我这种干柴烈火，天差地别的人，怎么会在一起呢？爱妃，今日可是本王当家。老娘管你谁当家。那老娘的《将进酒》可背下来了？大早上的喝什么酒啊？若没背下来，那你今日的早中晚膳就都不必用了。王爷，幸好你叫我起来了，不然就要错过为王爷更衣了。啊！王爷稍等，明月这就去给王爷准备上朝的衣服啊。王妃啊，王妃，你是因为没有背诗，故意此举讨饶吧？本王岂能如此敷衍过去啊？明月明白，孤儿不敢如此轻易敷衍王爷。你竟然！你竟然！现在你只能听到我的声音，其他什么也听不到。你可得把让我背诗的事情全部忘掉才好啊！你的面前
昨日是否根本没去崇文馆？母妃，我……无需跟娘解释。近日你闷闷不乐，清晨连剑都不练了，定是在崇文馆受到了什么挫折，故而娘才想将这首诗送给你。李白在困顿之时写下此诗，表达其虽壮志难酬，却仍以诗当歌。千儿，过来。正妃妹妹，李谦，你怎么哭了？母妃，我终于记起我母妃的样子了。快，能不能让我再试一次？啊！可是，好。现在，你只能听到我的声音，其他什么也听不到。为何会这样？大概是这段记忆藏得很深，要将它催眠出来，就会格外耗费心力。既然如此，你刚才为何突然催眠我？我只是想让你忘掉命我背诗一事，却没想到你不知怎的回到了数年之前的记忆里。多年以来，我连我母妃的模样都不记得，但刚才我竟然仿佛闻到了她发丝的香味。那一定是很真实的记忆。对母妃，我唯一知道的是，我大病失忆以后，近身伺候的胡公公告诉我，母妃因重病卧床多年，而病发去世。催眠时，我险些告诉母妃，我因躲避大王兄而不去崇文馆之事。那时已是8、9岁，但那时的母妃没有一丝病容。就是这样。如此看来，李谦已经开始怀疑郑氏的死因。据资王府的眼线来报，确实资王妃帮助资王恢复了记忆，并且他二人已在1个时辰之前分别进宫，应该是在查探此事。倒是夫唱妇随。不过，即便他们入宫探查，这陈年旧事，查问起来，谈何容易？毕竟，当年将郑氏打入永泰庵的，并非本王，
属下这就入宫，设法将此事透露给御前周公公。父皇为何突然召见我？明月，朕听闻你近日悉心学习北宣文化，可有此事啊？启禀皇上，确有此事。明月不仅努力背《将进酒》，还在王爷的监督下努力学习北宣风俗。很好。那你去绣房，又是为何呀？宫中那些丝帕，明月看着眼馋，故而才……你别的规矩没学会，倒长了胆子来骗朕。明月只是去绣房向姑姑们请教。你不是请教刺绣，而是朕妃。明月的确是去探究正妃过世原因，只因不忍王爷活在不明不白之中。倩儿能够想起朕妃，还不是拜你所赐吗？皇上竟然早就知道这宫中之事，朕岂能不知？你知错吗？明月知错。你不知道。你不是想知道朕妃的死因吗？今日，朕可以告诉你实情。可你一旦知道实情，就必须要付出代价。任何代价，明月都愿意。这个代价，就是要让倩儿彻底忘掉这个母妃。让王爷忘掉生母，岂不是大不孝吗？倘若他的母妃不配呢？岂不是令倩儿一生痛苦？倒不如一无所知。这个代价，你付得起吗？好。13年前，珍妃犯了大错，她害了他人的性命。朕念及倩儿，未将她处死，而是令其幽居咏叹。可不出1个月，因果相报，一场大火，珍妃惨死案中。倩儿因此受了刺激，大病一场。病愈之后，她不但性情大变，还彻底失忆。朕就是觉得，她彻底失忆对倩儿来说，未尝是一件坏事。所以，最好不要再提起这段不堪的往事，不要让她想起这个珍妃，她这个不堪的母妃。明月，现在你知道朕的苦心了吧？明月明白。记住你的承诺，若你再提起此事，朕不会放过你。是。
宅子要卖，咱们也留不住了。这算什么钱算银啊？喂阿猫阿狗都不够。你也是受了老爷多年恩惠的人。别说了。再多的银子我也拿不出，可就算到了身无分文的时候，也绝不允许你们任何人侮辱我乔家。唉，饭都快吃不上了，你给我这女人玩意儿干嘛？剔牙吗？以下犯上，目无尊卑，将其拿下！起来，走！我也饶命啊！求大小姐饶命！谁还有话说？既然无话，还不拿钱走人？倘若有不实之处，母妃未及四妃，她何时患病，所患何病，最终因何红事，岂是道听途说4个字便可搪塞了？王爷若不信老奴之言，大可去查医案。倘若医案尚在，本王还需在此处盘问你。子王在盘问何事啊？儿臣参见父皇。子王，
你面露怒容，究竟为何？工人考砸，传道听途说之言，被儿臣听到，所以警戒一二。哦，资王竟如此闲暇，来过问公事。儿臣听闻，10余年前的医案竟不知所踪，所以今日儿臣入宫。陈年旧事，竟能让你把政务抛于脑后。儿臣未能替父皇分忧，请父皇降罪。近来青州连日降雨，农田尽毁，百姓急需用粮，朕就把筹粮运粮之责交付于你，以公抵罪。儿臣领旨。行，那个呱呱，到底该不该让李倩忘记母妃呢？催眠了她，就是不讲义气；可若是不催眠，就是抗旨不遵呢。公主小心，别扭伤了胳膊啊！我问你，要是有一天，我把你最恐惧的记忆从你脑海中抹去，你会怎么样？常说。公主。
现在，你只能听到我的声音，其他什么也听不到。母妃你在哪儿呢？母妃你快出来！母妃你在哪儿？你快出来！母妃你在哪儿呢？母妃你在哪儿啊？母妃你在哪儿啊？母妃到底在哪儿啊？你出来！你在哪儿啊？母妃！你出来！母妃，快出来啊！仙儿，淑妃娘娘，你看到我母妃了吗？你哪来的母妃？母妃，你怎么会醒过来的？此次的记忆与上次完全不同，就连母妃也踪迹全无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也许上次的都是你幻想出来的，刚才的才是你真实的记忆。自作主张的催眠他，的确是我不对。可我也有我的难言之隐啊。那些记忆苦不堪言，让他忘掉，难道全然是一件坏事吗？这杯不是我的。无妨。你能把这滴墨和此前的茶水分开吗？全部混到一起了，怎么可能分开？那滴墨便是你我脑海深处的痛苦记忆，它早已和其他记忆彼此纠缠，因此，你之前所为，不仅抹除了李杰脑海中痛苦的记忆，也伤害了他所珍视的其他回忆。
若是他知道那些痛苦的记忆，其他回忆不也会显得苦涩吗？就算郑飞的死因中藏匿着某种不堪，但难道为了掩饰不堪，你就要抹杀掉一个母亲的存在吗？这对李谦来说公平吗？可若是这个母亲让他蒙羞，让他恼怒，并且颠覆了他此前对母亲的所有想象，难道就任由他背负这份痛苦的记忆，什么也不做吗？至深之痛从不因真相而起，唯有真相的永不可知，能使人痛入骨髓。月下相思，有月眼愁妆。我云淡无知无畏，把月写出纱窗。继续守着。既然你们记忆短暂，就算保时而亡，也怨不得他人。朝夕相应对成双，情和相遇，痴心会当天难同。既知他们记性不好，就应该多替他们着想。他们做不了选择，就应该为他们做选择才对。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？你又非鱼，有什么权利去替他们选择？那也比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撑死强啊！哎呀，没想到都这么大了，还会像6、7岁时那样，差点跌进池塘。那一次，还是母亲第一个发现我，冲进去把我救起来。那一阵，周围的孩童还以此笑话我，笑我跌进池塘。其实，我也想知道，自己的母妃究竟为我做过些什么。我和她曾度过怎样的一段时光？可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为何你竟会阻止我拥有那段记忆？皆因不是所有的记忆都像我跌进池塘那般好笑。有一些记忆，也许它会让你痛苦，甚至是会让你改变对母妃的看法。无论我母妃是什么样的人，都无法改变我与她血脉相连的事实。对血脉相连的人一无所知，难道不才是最令人痛苦的事情吗？若这血脉相连之人是犯下大错的罪人呢？倘若罪行确凿，我会替其赎罪；倘若因人蒙冤，我会正其清白。那一日，我入宫探查原委，发现不但所有人对此事闭口不言，还最终被皇上召进了御书房。
御书房。我不相信，莫非是害人之人。